哎呀，正好这会儿有空，咱爷俩或者咱哥俩坐下来，我给你讲讲最近娱乐圈里闹得挺凶的那点事儿。你平时刷手机肯定也发现了，现在的明星啊，活在屏幕里就像仙男仙女似的，皮肤嫩得能掐出水，头发丝儿都透着精致。可最近呢，这圈子里的生图照妖镜又照出不少新鲜事儿，把王一博和黄景瑜这两位大红大紫的男星给推到了风口浪尖。说实话，作为干了这么多年的老编辑，我见惯了那些修图师修的连亲妈都不认识的照片，但这一次曝光的这组无滤镜的生图，确实让不少人惊掉了下巴，甚至连自家粉丝都直呼，这真是不敢认啊！王一博是冷感少年还是熬夜打工人？咱们先聊聊王一博。提起他，你脑子里第一个画面是啥？是不是那种冷冰冰、酷酷的，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谪仙？在那些精修的大片里，他确实是这样的，每一个棱角都像是上帝精心雕刻出来的。可你瞧瞧这一次流出来的现场生图，哎呦，说句实在话，那镜头要是怼到你我脸上，估计比他还惨。照片里的王一博，头发塌塌的贴在头皮上，脸色白得有点吓人。那种白不是健康的红润白，而是那种透着疲惫的苍白。网友们嘴也酸，说他这状态简直就像刚在网吧通了个大宵，或者是连着加了1个星期夜班的打工人，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我好累，我想睡觉的劲儿。更要命的是，没有了滤镜遮丑，他脸上的浮肿就藏不住了。一旦做点稍微生动的表情，那苹果肌和下巴就显得有点局促，少年感一下子就漏了气儿。甚至有路人调侃说，这状态看着像隔壁家那个不太爱收拾的大妈。你说心疼吗？那肯定是心疼坏了。但也有些粉丝懵了，私底下嘀咕，这还是那个在舞台上又酷又拽的王一博吗？黄景瑜从硬汉到丸子大哥的距离。再说说黄景瑜，黄景瑜一直走的是那种行走的荷尔蒙路线，演军人演硬汉，那气质是拿捏的死死的。精修图里的他，皮肤干净利落，五官深邃，简直就是制服控的福音。可生图一出来，反差比王一博还大。倒不是说他胖了或者老了，而是他脸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小丸子或者痣和痘印儿，在高清镜头下一览无余。额头上、脸颊上、下巴上星星点点的，肤色也不太匀匀，偶尔还泛着油光。这一曝光，不少对他有滤镜的粉丝心碎了一地。有的粉丝甚至在网上喊话，说接受不了心目中的帅气兵哥哥变成丸子大哥，闹着要脱粉。说实在的，这一刻那种神坛上的迷信感瞬间消失了，看着他就像看着你家胡同口的那个大大咧咧的，甚至有点粗犷的邻居大哥。滤镜背后的真相，谁还不是个凡人？其实啊，这种生图翻车的事儿在圈子里真不是头一回。你想想，去年的鹿晗在某些活动里被拍到皮肤细得连毛孔都找不着，大家夸他是颜值天花板。可转头看看王源，因为正值青春期嘛，脸上的痘印和浮肿也被吐槽过少年感碎片。还有我印象最深的是54岁的闫妮，在白玉兰奖礼上，精修图里她是冻龄女神，优雅的不行。可后台生图一出，面部肌肉显得有点僵硬，和照片里那个轻盈的模样确实两人目。看到这儿，你可能会问，这些明星是怎么了？怎么差距这么大？其实啊，我作为一个圈内人，倒想替他们说两句。你看看王一博这段时间的行程，那是真叫连轴转。这边刚排练完春晚的歌舞，还得飞去巴黎参加时装周，在那儿全程用英语跟人交流，转过头又要去拍纪录片探索心境，在热带雨林里早起，在挪威的大海上驾船，这种高强度的折航，铁打的人也扛不住啊。
他在赛车攀岩的时候，其实也经常发全素颜照片。那个时候虽然也累，但脸上有运动后的红润，看着还挺精神。可这回流出来的生图，明显是累到极限了，黑眼圈都要掉到脚后跟了。审美变了，真实的生命力比假脸更动人。不过这事儿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现在网游的态度变了。要是搁在几年前，生图一出，网上肯定全是嘲笑的声音，说谁谁谁颜值崩塌了。可你瞧瞧现在的评论区，理性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人说，王一博天天待在剧组熬夜赶进度，皮肤不好再正常了。有人说，黄景瑜的脸上的丸子反而让他有那种糙汉的魅力，这才是真男人。甚至连辛芷蕾被吐槽脸圆，大家也觉得这种接地气的样子更有生命力。大家伙慢慢发现，那些千篇一律的、修得像纸片人一样的完美假象，看久了真的会审美疲劳。反而是一个人忙碌后的疲惫，岁月留下的稚气，或者是皮肤上的一点小小瑕疵，让你觉得这个人是活生生的。王一博自己也说过，觉得那些过度的修饰其实挺多余的。他这种坦诚不遮掩的态度，反而比维持一个完美偶像的人设要讨喜得多。所以咱们看这些明星的生图，其实就像在照镜子。镜子里照出的不仅是明星的真实状态，也照出了咱们大众审美的变化。我们不再盲目追求那种虚假的完美，而是开始接纳真实。明星也是人，也会老，也会累，也会长痘。那个在巴黎街头露出真实笑容的年轻人，或者在泥地里打滚的硬汉，比起在画报里的那个精雕细琢的木偶，其实更值得我们去关注。行故事讲完了，咱们也别光顾着看明星的热闹，回家照着镜子，多爱护爱护这副皮囊，少熬点夜，那才是正经事儿。要是你下次再看到谁的生图又翻车了，先别急着嘲笑，想想他们背后的辛苦，或许你能从那份瑕疵里看到一种更有温度的美，你说是吧？感谢您观看。王一博的自由到底值多少钱？每个人心中都有个王一博。其实，我们之所以这么关注王一博，是因为在某个瞬间，我们都能从他身上看到自己。在内娱，如果一个正当年的顶流2年不进组拍戏，而是跑去悬崖峭壁上吃土，去荒野求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孩子疯了吗？还是他背后的公司乐华娱乐终于倒闭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王一博，聊聊他那价值2500万港币的股份，聊聊他消失在路人视野里的这些日子，以及那场关于自由的豪赌。消失的顶流与他的不务正业。如果你是一个纯路人，你对王一博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追风者》里的魏若来，或者是那些华丽的舞台秀。但如果你关注他的动态，你会发现，从2024年开始，这个内娱最忙碌的年轻人之一，突然间反常了。他不进组，不接那种能刷屏的偶像剧，而反而把自己扔进了一档叫《探索心境》的纪录片里。咱们说实话，在娱乐圈的商业逻辑里，这种纪录片纯属是吃力不讨好。攀岩、野攀、高强度户外，每一项都带着人身风险，而且收益极其有限。对比一下数据就知道了，王一博演部剧，豆瓣上几十万人盯着看，而这种小众运动，标记想看的路人也就1000来个。这种举动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任性，甚至有人猜错这是王一博跟乐华闹分手，故意用罢工来施压。尤其是2025年关于他不再续约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棵摇钱树乐华怕是留不住了。可结果呢？3月27日反转来了。
王一博不仅续约了，还拿到了价值2500万港币的股份，摇身一变成了杜华的合作伙伴。粉丝们炸了，甚至有人喊着要脱粉，觉得他怎么能又回到了那个吸血的公司。但如果你拨开这些情绪，仔细看这背后的博弈，你会发现，王一博太聪明了，他拿到的是整个娱乐圈最奢侈的东西——自由。那个被低估的打工皇帝。要看清这场博弈，咱们得先翻翻乐华娱乐的账本。很多人戏称乐华是王一博概念股，这真不是夸张。根据财报，2024年乐华总营收765亿，王一博一个人就贡献了4.59亿，算算比例超过了60%。说白了，这家上市公司超过一半的命脉都系在王一博一个人身上。可这吊诡的是，这么一个铸造型艺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竟然一股乐华的股票都没有。粉丝们心疼啊！我哥在前面拼命赚钱，公司在后面放养不作为，甚至财报里为了所谓的去风险，连名字都不敢提。这种感觉就像什么？你在一家公司的销售王冠，一年给公司赚几个亿，结果老板开会不提你，连年底分红都没你份儿，还让你去带新人。换做你干嘛？所以去年底王一博的不续约的传闻才会是真的一样。因为按照常理，他单飞自立门户，赚到的钱全是自己的，何必在这儿受气？为什么他不走？很多人问王一博为什么不干脆单飞。作为业内人，我想说，单飞看着香，其实全是坑。首先是钱，别看他能赚几百亿，但背后维持顶流云转的宣传、公关、制作成本也是天文数字。乐华虽然有千般不好，但它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财务透明、税务合格，这对处于风口浪尖的顶流来说，是一层巨大的保护壳。更重要的一点是，王一博累呢。他在采访里说过一句话，听着挺伤心的。他说，过去几年工作量越来越大，让我没有办法认真的去享受演戏的过程。如果他单飞当老板，他就要面对税务、行政、新人的管理。你看五月天自己开了公司，结果呢，成了内娱最高密度的演唱会艺人，忙到全年无休。王一博想要的恰恰是不忙的权利。他想去攀岩，想去看看世界的尽头，想在不用营业的时候做个普通的滑板少年。这种不务正业的自由，只有在乐华这种已经把他当成祖宗供着的公司里才能换得到。现在的局面是，乐华离不开王一博，所以不得不妥协。杜华在发布会上那番话姿态放得极低，他说，以前希望他厉害，现在只希望他安全，不要去冒险了。翻译过来就是，只要你还留在公司，你想去爬山就去爬山，你想不进组就不进组，你想玩消失就玩消失，只要你在，股份给你，自由也给你。2500万港币买的是一颗定心丸。那2500万港币的股份多吗？对于年入过亿的王一博来说，这也就相当于一个大红包，还不一定能立刻变现。但这代表了一种身份的置换。以前他是乐华的头号劳动力，现在他是乐华的股东。股东为着话语权，为着他可以名言正顺地拒绝那些他不喜欢的商务和剧本。这场博弈的结果是，王一博拿到了股份，更拿到了按自己节奏生活的许可。乐华拿到了续约合同，可以继续在资本市场讲故事，稳住那摇摇微坠的股价。看似双赢，但其实主导权已经彻底移转了。乐华试图去王一博坏折腾了1年多，最后发现根本不行，
还得乖乖回来求他签字。每个人心中都有个王一博。其实，我们之所以这么关注王一博，是因为在某个瞬间，我们都能从他身上看到自己。我们大多是那个在职场里拼命证明自己的打工皇帝，为了指标，为了生活，不敢停下来。我们向往自由，却又害怕失去稳定的依靠。王一博最酷的地方，不在于他赚了多少钱，而是他在最红的时候有底气对这个圈子的快节奏说不。他敢把时间花在那些没收益的事情上，因为他知道，人只有在找回自我的时候，才是在真正的活着。正如他在纪录片里攀上一座座高峰时留下的背影，那不是顶流在作秀，那是一个灵魂在呼吸。资本锁得住合同，却锁不住一个想要自由的人。3月27日之后，王一博还是那个王一博，但他身后的那道枷锁已经由他亲手换成了通往广阔天地的钥匙。感谢您观看钟声后的神迹，王一博与那道划破黑夜的星光。2026年的除夕之夜，当数以亿计的目光聚焦在那方名为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时，空气中流动着一种近乎粘稠的紧张感。后台的走廊里，细碎的脚步声与远处的倒计时声交织在一起。在这一片喧嚣中，有一个身影显得格外沉静。他正反复确认着舞鞋的系带，眼神深邃得如同暴风雨前的海面。他就是王一博。谁也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这个年轻人将用一场名为“闪耀动起来”的表演，彻底撕碎内娱的平静，拉开一个属于全能舞王的新纪元。王一博，数据的神话。当顶流成为一种统治力。当节目的前奏响起，第一缕光束打在王一博身上时，全网的社交平台仿佛瞬间通了高压电。5.5小时播放量破亿，事实峰值如同旱地拔葱般飙升至38.35%。这并不只是一组冷冰冰的数字。这意味着，在那个瞬间，全中国近80%的电视机前，人们都在屏息凝神地注视着同一个身影。作为编辑，我见证过无数所谓的爆款，但从未见过如此具有压倒性的统治力。王一博3个字在那一晚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现象，一个让全年龄段观众从垂垂而已的祖辈到尚在蹒跚学步的台童都能感受到肾上腺顺包的文化符号。王一博5折的共振，那份藏不住的兴奋感。然而，最动人的评价往往不在数据里，而在那些离他最近的人心里。春晚结束后，一位参与伴舞的老师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段长文，字里行间全是止不住的颤抖。和王一博跳舞，那种兴奋感根本藏不住。这句话瞬间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在职业舞者的世界里，能让他们感到兴奋的，从来不是对方的咖位有多大，而是对方的专业程度是否能与他们达成灵魂的共振。伴舞老师爆料称，以往与艺人合作，为了迁就对方的进度，专业舞者往往需要降速或者简化动作。但在王一博这里，这个规则被彻底粉碎了。首次排练时，王一博仅仅看了几遍样片，就近乎完美地复刻了整套高难度动作。他没有坐在遮阳伞下看回放，而是主动要求全程合练。在那间满是汗水味道的排练室里，他像一台精准运行的机器，反复打磨每一个八拍。这种对舞蹈近乎神圣的敬畏感，瞬间点燃了整个团队。
舞者们发现，他们不再是艺人的背景板，而是与一位真正的顶级舞者在并肩作战。那种被强者激发的求胜欲，让整个舞台的生命力在排练阶段就已然沸腾。王一博0.5秒的救场，教科书级别的核心博弈。直播当晚发生了一个全网甚至连导演都没有察觉的惊魂瞬间。王一博脚下那双为了舞台效果而特制的钻石舞鞋，在高速旋转中意外打滑。在那一刻，地面的摩擦力瞬间消失，他的重心猛然下沉。如果换作普通艺人，这或许会演变成一场职业生涯的滑铁卢。但在那电光火石的0.5秒钟，王一博展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肌肉记忆。他没有慌乱，甚至连眼神都没有闪过。凭借着平时攀岩、滑板积累下来的恐怖核心力量，他顺势将失控的下坠转化成一个连贯的地板起背动作。力道之狠，速度之快，竟然在那特制的舞台地板上留下了一条清晰的划痕。这一幕被后来的网友反复复盘，笑称这是罚他跳舞到60岁的铁证。事后，王一博在采访中淡然自曝脚滑了。坐在一旁的乐坛评审郭富城却一脸惊叹地直言，完全没看出来。郭天王更是毫不吝啬的盛赞，他就是舞王，那种扎实的功底让他能顶住一切意外。全球狂欢，打破次元壁的文化输出。闪耀动起来播出的第2天，世界变了样。这不再仅仅是一场中国的演出，它演变成了一场全球范围的二创狂欢。在视频平台上，超过10万条二创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敷衍。你可以看到公园里气场全开的广场舞阿姨，你可以看到高校社团精准复刻的快闪，甚至连海外的网友也坐不住了。从卢王达的市井少年到韩国的专业武士，王一博的舞步像一种不需要翻译的通用语言，横跨大洲大洋。非洲儿童复刻平台里的那份灵动和热爱，让无数人湿了眼眶。甚至有科技博主试着让人机器复刻这套动作，结果由于核心算法无法承受那种高难度的重心转换，机器人最终只能无奈地摆出一个比心的动作，宣告放弃。这就是王一博的魅力。他用极致的专业打破了年龄的壁垒，模糊了国境的界限。他让人们看到中国年轻一代的顶流拥有的不仅仅是皮相，更是那种可以与世界顶尖水平掰手腕的硬核实力。繁华背后的苦修与温情，王一博用细节雕刻王冠。王一博巅峰对决与代际传承，跨越时空的默契。如果说王一博的个人秀是孤勇蹶的冲锋，那么他与乐坛常青树郭富城的同台，则是2代的舞王跨越时空的世纪对话。排练室的灯光常常亮到凌晨3、4点，这种级别的合作最怕的是谁也不服谁。但王一博与郭富城之间却流淌着一种惺惺相惜的纯粹。年过60的郭天王骨子里有着老派艺人的倔强，他主动要求加练，笑言要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当年我没输过。而王一博则展现出了极其谦卑且疯狂的求学姿态。为了复刻郭富城当年的经典手势和韵味，王一博彻夜抠细节。他在镜子前反复比划一个推手的动作，角度、力道，甚至是指尖颤动的频率，都要精准到毫秒。仅仅3天的合练，2人就实现了零失误的走位。那种默契，在春晚直播的镜头下一览无余。当王一博做出致敬动作的时候，郭富城眼里的欣慰和赞赏几乎要溢出屏幕。
这种代际传承的温度，让无数观众感叹太好哭了。这不仅是舞蹈的交接，更是一种职业精神的火炬传递。伴舞者的温情底色，帮调队形解尴尬的人品瞬间。细节见人品，在光芒万丈的 C 位背后，王一博对待合作伙伴的态度，才是他能一路长红的根本。一位伴舞老师在爆料中提到了一件暖心的小事。在春晚柴牌的紧要关头，由于队形复杂，几位年轻舞者因为紧张出现了走位重叠，场面一度陷入尴尬的停滞。此时，王一博并没有露出任何不耐烦，他没有坐视导演的请示，而是悄悄走到队形中心，用轻松的语气帮大家梳理位置。他会精准地记住每个人的位置，甚至比我们自己还清楚。伴舞老师回忆道，当有人因为动作衔接不上的时候，王一博会主动走过去示范，通过自嘲自己的狡猾往事来缓解大家的情绪。他在舞台上是控场的王，在台下却是那个会细心观察每个人状态的队友。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关怀，让整个团队不仅是在完成任务，而是在共创艺术。极致自律的密码：攀岩、倒立和碎裂的汗水。王一博那种天灵盖都爽疯了的爆发力究竟从何而来？伴舞老师给出了答案，全靠平时的魔鬼训练。在春晚排练的间隙，当其他人都在抓紧时间休息的时候，王一博却常被发现在角落里练习倒立。他用这种方式持续强化核心力量。这种近乎自虐的自律，是他对抗舞台意外的地气。他仅用半小时就掌握了整套舞蹈的框架，但同一个八拍的动作，他会要求自己反复打磨超过20次。这种对完美的偏执，南源于他长年累月的物外运动积累。不论是攀岩时指尖对岩壁的控制，还是滑板时身体对重心的调度，都潜移默化地转化成了他在舞台上的那份惊人的稳定性。正如网友所言，看他跳舞，你会感觉到一种野性的生命力在奔涌。那不是演出来的，那是他在岩场，在滑板场，在每一个无人问津的清晨，用血汗浇筑出来的。标杆的力量，流量消失后的永恒光芒。在当前的内娱环境，流量往往被视为一种易耗品，但王一博却用他的表现给出了一个反例。当一个人把热爱做到极致，流量就会从光环变成助推剂。他从来不是靠营销获得尊重，而是靠日益积累的打磨。从伴舞的兴奋到全民的翻跳狂欢，从舞台的封神到跨领域的领跑，王一博始终清醒地知道，唯有抛砖才是打破圈层壁垒的最强武器。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所有人，偶像的意义不是只是被仰望，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点燃更多人对生活、对梦想的热望。不论是广场舞阿姨的自信，还是校园社团的热血，亦或是非洲儿童的纯村模仿，都是王一博散发出来的光芒。谁能不爱这样全力以赴、光芒万丈的少年？2026年的春晚只是一个注脚，未来的王一博注定会落锁更多令人心跳加速的欣喜，因为王一博本身就代表着无限可能。当春晚的烟消散去，王一博留下的那道华城，不仅是刻在了央视的地板上，更是刻在了亿万观众的心里。他是舞王，是跨界者，更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探险家。让我们继续期待这位鲜衣怒马的少年，在每一个未来的舞台都能带给我们那种肾上腺素拉满的极致震撼。因为王一博本身就代表着无限可能。感谢您观看同款搜索暴涨4700%，全球名人声量榜唯一上榜的中国艺人。
王一博在2026巴黎时装周到底有多疯？他不再是那个低调寡言的酷盖，而是全程全英文丝滑交流、气场全开的国界顶流。从纪录片的全英文旁白到秀场的从容淡定，他用实力告诉世界，中国艺人的野心从来都有极致的努力在撑优。大家好，我们一起聊聊在巴黎杀疯了的王一博。很多人还在调侃他叫王杰，他却在巴黎街头用一口丝滑的英语，把品牌高层和外媒全给惊艳了。是香奈儿秀场上的杜香微笑，也是打破行业纪录的全能代言人。不靠改名博眼球，只靠硬实力输出，这样的王一博，你真的了解吗？王一博巴黎时装周大放异彩，流利英语彰显中国青年文化自信。最近网上有人调侃王一博原名是王杰，感觉很好笑。王一博自己说过，王一博一直是他的本名，王杰只是家人取的小名，因与长辈重名未用作正式名字。这份小误会恰恰印证了他从未靠改名博眼球，始终以最真实的姿态闯荡娱乐圈。而2026巴黎时装周，王一博用一场震撼全球的表现，让世界记住了这个自带光芒的名字。秀场上的他最惊艳的不只是颜值与穿搭，更是流利自如的英语实力。与品牌高层、国际大咖全程无障碍交流，无需翻译，从容淡定，快速对话间尽显语言功底。从纪录片全英文旁白，到北美拍摄的实战打磨，再到早年练习生时期积累的韩语基础，王一博的语言天赋从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日复一日低调沉淀的成果。上海话、临时学的方言都能快速掌握，这份学习力与专注力本就是他最动人的底色。这场时装周，王一博彻底打破了时尚圈的固有认知。作为3大顶社全球代言人，他同时亮相分属不同集团的品牌大秀，成为全球首位打破奢侈品竞品互斥100年规则的艺人。外媒盛赞他是统一全球审美的东方符号。第10次亮相香奈儿大秀时，那份发自内心的杜香微笑，被法媒评价为冲破文化隔阂的感染力。同款单品搜索量单日暴涨4700%，商业号召力一骑绝尘。权威机构 Unclusive 发布的时装周名人声量榜，更是给他的国际影响力盖下硬核印章。全球234位名人中位列第11，是唯一上榜的中国艺人。榜单只统计海外社交平台数据，剔除本土流量，这份成绩含金量拉满。他代言的3大品牌全部冲进品牌声量榜 Top 15，仅一人就贡献了刘伟超80%的声量，创下品牌绑定艺人的行业纪录，用数据证明东方面孔在国际时尚舞台的不可替代性。更难得的是，王一博始终保持着谦逊和松弛感。秀场上咬饼干、整理衣领的小细节，搭配流利口语，形成反差萌。没有刻意端着巨星架子，却自带让人移不开眼的气场。在与前辈互让 C 位的瞬间，他用专业与素养传递着文化自信，被官媒点赞为正能量典范，真正做到了颜值、实力、人品3在线。从洛阳走出的少年，到征服巴黎的国际顶流；从默默努力的练习生，到改写时尚规则的先行者，王一博从不用炒作博观众，只凭实力说话。他的爆火是努力配得上野心，是实力配得上荣光。这场巴黎盛宴不是终点，而是王一博走向世界的新起点。这个始终清醒、低调、专注的男孩，注定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属于中国艺人的耀眼光芒。巴黎时装周的洛伊威大秀一向是全球时尚圈瞩目的盛事，而王一博的出现则像一抹清冽的亮色，瞬间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在巴黎时装周的 ins 碎片里，王一博把松弛感玩到了极致，没有精修滤镜，没有摆拍僵硬，塞纳河的目光，偶遇的绿头鸭，冷帽卷发自拍，随手一拍就是原生质感。素颜出镜是常态，攀岩、赛车从不刻意妆造。与谷爱凌、张峻宁同框时，被网友戏称体脂率天花板组合，用健康自信的骨相美打破内淤沤过度包装的审美焦虑。外媒盛赞她是东方贵族式浪漫，这份不加修饰的真实，比任何华丽造型都更动人。更让人震撼的是她改写实史的底气。作为全球首位单届时装周3社并行的艺人，香奈儿、洛伊威、拉考斯特3大顶社为他搭破100年竞业规则。洛伊威1号车压轴，香奈儿全球首穿，头牌 C 位专属礼遇，这份待遇在华人艺人中前无古人。别人穿高销小心翼翼，他却插兜看秀，素颜用餐，把高定穿出日常随性。发媒评价他以东方哲学重构法式浪漫，真正做到了人驾驭时尚，而不是时尚束缚人。褪去顶社框环，王一博的灵魂永远向着热爱和旷野。纪录片《探索心境》里，他赤脚挑战高空扁带，无替身直面极限。镜头不避免迷路、疲惫的脆弱瞬间，却更凸显70%努力加上20%天赋，再加上10%运气的人生哲学。从舞者到演员到户外探险者，他拒绝被摊上标签。ins 里满是滑雪、赛车、攀岩的动态，闲暇时光从不是躺平，而是被热爱填满。精神富足到灵气四溢，难怪网友调侃农村不结婚的生活都没他爽。在流量至上的内娱，王一博偏偏活成了反叛者。当 Others 靠9宫格营业维持热度，他主动关闭流量闸门，只在 ins 用胶片记录烟火瞬间，一句法语 A bientôt 搭配小众摇滚 BGM， 独行世间的歌词藏着他清醒的灵魂注脚。他不媚粉，不迎合，常谈劝粉丝先过好自己的生活。这份疏离感不是冷漠，而是不讨好算法，专注专业的清醒，也是他活得爽的核心密码。大众疯狂迷恋王一博士生活，本质是向往他身上的3重光芒：颜值自信，生图零粉感，骨相顶配搭破审美桎梏。资源掌控力，3社破局，改写行业规则，把巨星底气具象化。精神富有，不被名利绑架，忠心于热爱，忠心于自我，连喘气儿都带着爱谁谁的懒腰劲儿。有实力撑底气，有热爱助灵魂，有清醒守本心。王一博的 ins 不只是生活记录，更是一封写给自由的情书。在浮躁的时代，他用最松弛的姿态，活成了无数人向往的模样。不迎合，不将就，手握顶级资源，心向无边旷野，这才是顶级人生该有的样子。感谢您观看。身穿专业航海服，紧握帆绳，在新西兰奥克兰的海面上全力压弦，驾驭双人竞技帆船乘风破浪。从赛车赛道到春晚舞台，再到如今扬帆出海，他一次次挑战未知，解锁新技能。2025世界海洋日，海利罕森正式宣布王一博为全球品牌代言人。大片主题：视野之外，向远而生。这不仅仅是帅气大片，背后是他对身体极限的突破和对自由的纯粹热爱。到底王一博的尽兴人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努力？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海上探险。王一博的尽兴人生，这次他玩的是双人竞技帆船。新的 HHH 航海大片拍摄于新西兰奥克兰，展现了他的多样魅力与探索精神。海风吹拂着王一博的脸庞，他正站在新西兰奥克兰的码头边，身穿专业的航海服，
手里紧紧抓着帆绳，身体随着双人竞技帆船的倾斜而用力压弦。浪花飞溅，远处的百年帆船俱乐部旗帜在风中飘扬，他侧脸专注的模样被镜头定格。这画面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充满自由和激情的户外探险。公众眼中的王一博似乎总是在不断尝试新事物，从赛车到演戏，再到现在的扬帆出海，他好像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总是在挑战自己。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种尽兴背后藏着多少对未知的努力和对身体极限的挑战。当他的海利·韩森航海大片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惊叹太帅了和又学会新技能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在拍摄中担任的是撩手的角色。这个职位需要他快速完成控帆、压弦、瞭望、换帆等一系列专业动作，而这些他之前几乎都没怎么接触过帆船。仅仅半个小时的教练指导后，他就敢在逆风中航行。这种从陆地上的硬客玩家一下子变成海上新手，看起来很酷，但实际上需要极好的平衡感、耐力和快速反应能力。更让人心疼的是，拍摄过程往往是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海上的风浪可不是闹玩的，身体的每一次晃动都可能加剧疲劳和风险。但他选择把这一切都融入到那句视野之外向远而生的真实感受里。2025年6月8日世界海洋日，海利·韩森正式宣布王一博成为他们的全球品牌代言人，还邀请他去品牌发源地挪威拍摄了一组航海主题的大片，主题就叫 Further Alive。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合作，更是延续了他之前探索心境系列里的不断拓展户外边界的精神。从爬山涉水到海上航行，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人生不应该被设限。这种个人探索放在现在中国体育和户外圈子里来看，并不是个例，反而折射出很多年轻人面对舒服区和挑战区时的普遍心态。帆船运动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很多人对它不太了解，觉得是高高在上的贵族运动，或者只是休闲玩玩。王一博的这次跨界就像打开了一扇窗，让更多人看到了这项运动的专业性以及它背后的精神。再往深处说，王一博的这种玩其实触及到了体育圈里的一个长久存在的问题：公众人物如何在聚光顶下和真实生活中找到平衡？如何负责任地推广一项新兴运动，同时又不会被过度消费？近年来，滑雪、攀岩、帆船这些户外运动越来越火，越来越多的明星也参与进来。这本来是好事，能带动对青少年训练的投入和社会的关注，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流量碰上专业，大家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把明星吹得神乎其神，忽略了他们背后的团队和付出的努力；要么就批评业余选手别来掺和，忽略了他们最初的热爱和探索的初心。帆船这项运动非常强调团队合作，与大自然相处，更需要长时间的技能积累和心理上的韧性。王一博在片子里那些看起来流畅的控帆、压弦动作，其实是反复磨练身体协调性的结果，也让人想到那些默默训练的帆船卷手，他们在风浪中要面对的伤病、家庭分离和成绩压力，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回看王一博的经历，这种反差就更加明显了。大家看到他舞台上跳舞利落，赛车时速度快飞，演戏时角色多变，是个多面手。但真正成熟的他，总是在一次次挑战中默默扛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赛车训练时，他曾因高强度面临伤病风险；户外节目拍摄中，长途跋涉和恶劣环境考验他的耐力。现在划帆船，双人竞技对配合的要求更高，海上变幻莫测的风向和浪涌，随时都可能让新手陷入被动。
据了解，拍摄过程中，他不仅学习了专业技巧，还深刻体会到人为什么总是向往远方，为了纯粹的拥抱自由。这种从玩到领悟的过程听起来很浪漫，但背后是有代价的。倒时差、肌肉酸痛、心理适应，每一项都在考验一个公众人物在聚光顶下保持专注的能力。更何况，粉丝的热情有时候会变成过度关注，网上也有不少质疑他跨界目的的声音。这些无形的压力，也是他尽兴人生的不为人知的一面。但他从来不是被动接受者，他总能在困难中找到继续前进的动力。无论是早年坚持跳舞，还是后来同时兼顾赛车和演艺，再到现在的航海尝试，他都展现出一种沉稳的韧性。在大片里，他不仅仅完成动作，更是在风浪中保持冷静的瞭望。那种对未知的尊重和拥抱，让人看到一个年轻人守护自己纯粹热爱的样子。有媒体报道说，这次合作后，品牌的热度大大提高，不少路人通过大片认识了帆船运动，甚至有人说，因为王一博想去尝试水上项目。这说明他是用自己的行动拉近了专业运动和大众的距离，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热度。体育精神从来不是个人闪光的那一刻，它更在于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保持对身体、对自然、对自我的敬畏。在中国体育正从竞技强国向全民健身转型的大背景下，像帆船这样的相对小众坡项目，就需要王一博这样的跨界人士注入活力，同时也需要一个更理性的舆论环境。网络暴力、饭圈式的消费或者简单粗暴的评价，都可能让那些勇于尝试的人望而却步。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从来不是仅仅新兴又在玩什么新花样，而是这种尝试能否激励更多普通人走出舒适区，去体验风浪中的成长代价和自由的滋味。完善训行体系，提供社会支持，关注心理健康这些普遍性的问题，比一场大片带来的流量更需要被看见。王一博的尽兴人生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当代年轻人的向远而生的集体渴望。他在奥克兰瓦克特博廷 Club 上课的画面，或许只是一瞬间，却传递了一个温暖的信号。体育和户外本该是让人感受到生命活力的场所，而不是被压力或者争议裹挟的战场。我们心疼那些在聚光顶下依然咬牙坚持的人，也欣慰于他们带来的启发。不管扮演什么角色，坚持对热爱的专注，总能让人生添进几分纯粹的可能性。最终，乘风破浪的不仅仅是帆船上的那个人，更是每一个愿意打破界限、拥抱未知的所有。公众的期待可以很热烈，但更珍贵的是那份克制的尊重和理性的陪伴。让体育回归本质，让探索少些造茬，多些空间，这或许就是王一博这次航海大片最安静却最有力量的意义所在。希望更多人也能像他一样，在自己的尽兴里找到那份不被定义、属于自己的自由和力量。海风还在吹，远方也一直在那里，等着下一个敢于扬帆起航的人。感谢您观看。2026年除夕夜，央视春晚的舞台灯光如璀璨银河般倾泻而下，整个演播大厅仿佛被点燃。亿万双眼睛通过电视、手机、电脑屏幕齐刷刷锁定在那座不断旋转上升的阶梯装置上。低沉的鼓点突然炸响，电子合成音与复古 disco 的经典旋律瞬间交织成一股无法抗拒的能量洪流。就在这一刻，两位舞王，年轻一代的王一博与华语乐坛传奇郭富城同框而立。一场名为《闪耀动起来》的跨代际唱跳表演，如同一枚重磅王炸，轰然引爆全网热情。表演尚未结束，社交平台已经彻底沸腾。表演结束不到5.5个小时，播放量便突破1亿大关，刷新了多项春晚舞台纪录。
无数观众在弹幕里疯狂刷屏，这才是春晚应该有的炸场，两代武王同台，太燃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场被誉为春晚最炸名场面的表演，其最高光时刻竟然藏在一个看似意外的小细节里。镜头缓缓拉近，王一博在高难度走位中，突然一个爆发力极强的扫堂腿，猛然扫过舞台地板。咔一声，虽被激昂音乐部分掩盖，但通过观众直拍视频，人们清晰看到黑色的舞台地板上赫然留下了2道雪白刺眼的划痕，像2道闪电深深刻在地板表面。那一刻，全网炸锅。热搜第一，王一博春晚地板划痕在短暂几小时内单日阅读量突破23亿。网友们兴奋又调侃，王一博这一脚踢得太狠了，央妈是不是该找他赔地板啊？这不是跳舞，这是把春晚舞台当成了自己的训练场。更有专业舞蹈博主和从业者站出来深度分析，这绝不是普通的扫堂腿动作，而是融合了 popping 机械舞的鳄鱼踢和街舞滑步技巧的复合动作。髋关节需要在瞬间完成极致爆发，核心力量、关节控制和落地稳定性要求极高。普通人就算能模仿动作轨迹，也绝对无法复制它那种震撼的碾压感和稳定输出。这道白色划痕看似偶然，实则绝非意外。它是王一博10年如一日、近乎偏执的专业积累所留下的最真实印记。早在出道之前，王一博就深深痴迷于机械舞 popping。那标志性的鳄鱼踢动作，要求髋部肌肉在短短0.3秒内完成极致收缩和瞬间释放。普通舞者即使苦练数月，也很难达到他那种流畅度和高度。更令人惊叹的是，他常年坚持的攀岩训练，在120度陡峭岩壁上反复练习大跨步，不仅锻造出了惊人的腿部耐力和滞空能力，更将柔性性加爆发力的跨界优势直接移植到了舞台表演中。每一次深夜练舞房里的汗水，每一次膝盖磨出的后茧，每一次脚踝扭伤后的冰敷和坚持，这些观众看不到的付出，都在那2道白色划痕里悄无声息却又震撼人心地显现出来。它不是失误，而是王一博用身体对舞台、对舞蹈、对观众最极致的敬畏和致敬。而这场闪耀动起来的真正灵魂，还在于2位舞者之间的那份动人的代际碰撞和双向奔赴。60岁的郭富城，这位华语乐坛的永恒天王，依旧保持着令人叹为观止的高能状态。他一袭光影交错的复古西装，动作干净利落，眼神里满是岁月沉淀的从容和霸气。表演中，他复刻了自己经典歌曲《对你爱不完》的标志性手势，同时以稳健的步伐在旋转阶梯上穿梭。令人震撼的是，他甚至完成了双人托举动作，全程气息平稳，毫无太色。王一博则以黑色街舞风衣在灯光下翻飞 ，hip hop 的自由律动和 popping 的机械顿挫完美融合。他主动以谦虚的姿态回应前辈，每一个眼神的交汇，每一次节奏的呼应，都像在无声传递着敬意。2人采用行进式创关的创新动态舞台设计，在不断旋转上升的阶梯装置中完成高难度走位，将复古 disco 的华丽和潮流街舞的黑客能量巧妙融合，碰撞出超越年龄、超越时代的火花。表演结束后，郭富城在后台接受采访时，眼含笑意，真诚地说出了那句令人动容的话：“他就是舞王，在我心里认定了。”短短一句话却重如千斤，它不仅仅是前辈对后辈的肯定，更象征着2代舞者之间的最纯粹专业尊重和精神传承。郭富城用自己一生的坚持，证明了经典永不过时。王一博则用每一次突破和极致输出，证明了创新和敬畏可以并存。
复古和潮流，惊艳和爆发，从容和激情，在这个春晚夜晚完美交汇，共同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舞蹈精神。网友们感慨万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合作，而是舞蹈历史的一次温暖传承和新生。更让人心疼和敬佩的是王一博对舞台那份近乎苛刻的极致追求。划痕事件发生后，他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辩解或推卸责任，而是第一时间在心里默默自责。相反，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每一次排练中。凌晨3点，练舞房里依然亮着灯，他反复打磨每一个动作细节，膝盖磨出厚厚的茧，脚踝贴满层层护具，却始终带着笑容对团队说：舞台从来不相信借口，他只相信实力。这种把每一次表演都当成人生最后一次舞台的态度，正是王一博从赛车赛道到户外探险到春晚舞台一路走来的核心密码。他从来不是靠流量取胜，而是一次次用汗水和伤痛换来的专业，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前辈。这场闪耀动起来，早已经远远超出一场普通春晚表演的范畴。它点燃了亿万观众对力量美学的涌向，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专业升级、代际传承和艺术态度的深刻思考。在当下快速节奏的流量时代，王一博用地板上的2道白色划痕，悄然告诉所有人，真正的闪耀从来不是靠噱头和包装，而是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苦练和对艺术的赤诚心。而郭富城则用自己60岁依然挺拔的身姿，向世人证明，年龄从来不是限制，真正的热爱才是永恒不灭的燃料。只要心中还有火，舞台就永远属于你。当春晚的璀璨灯光渐渐暗去，那2道白色划痕却像一道永恒的印记，深深刻在了无数观众的心底。它提醒着我们，无论身处哪个时代，真正的舞者永远是用身体在书写故事，用汗水测量舞台的宽度，用力量打破年龄的界限，用尊重连接代际的情感。2026年这个除夕夜，王一博和郭富城不仅共同点亮了春晚的舞台，更点亮了无数年轻人心中的那份尽兴而为、闪耀前行的梦想。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无论你是年轻一代还是资深前辈，只要怀揣热爱和专业，就能共同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经典名场面。乘风破浪的不仅是台上的2个闪耀的身影，更是每一个愿意为热爱付出、为梦想燃烧的普通灵魂。下一场表演，他们还会继续闪耀，而我们也会继续为这样诚恳、硬核、全力开花的王炸名场面热血填满，掌声不断。感谢您观看，喝口热茶。今天咱不聊那些虚无缥缈的豪门恩怨，咱聊点接地气的，聊聊那个在赛车场上风驰电掣，在舞台上酷到没朋友的王一博。你平时刷手机看明星，是不是觉得他们呼吸的空气都透着金钱的味道？身上穿的戴的，随随便便一件背心可能都要好几千。可最近啊，有一件事在圈子里传开了，不仅让粉丝们直呼心疼又好笑，更让不少路人转了粉。事情是这样的，有网友扒出了一组细节。王一博最近出街，脑袋上总是顶着那顶白色的棒球帽。眼尖的粉丝拿放大镜一数，好家伙，这顶帽子已经出镜整整8次了。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顶点流偶像宠幸了8次的帽子，居然只要200块钱。今天咱就借着这顶帽子，拨开娱乐圈那些昂贵的滤镜，看看王一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孩，顺便也跟这位酷盖学学，普通人怎么把200块钱穿出2000块甚至2万块的质感。那顶半永久的白色棒球帽到底是何方神圣？咱们先来聊聊这顶让王一博情有独钟的白色棒球帽。它不是什么巴黎、米兰走秀的奢华名牌，而是地地道道的国产品，标价也就230元左右。
在动辄5万只单品的明星衣帽间里，这简直就像是混进满汉全席里的一盘酸辣土豆丝儿，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可王一博偏偏就爱这盘土豆丝儿。粉丝们翻出了他的穿搭档案，那叫一个壮观。去年11月在机场，他穿着一身亮橙色的机车服，头顶这顶小白帽，那叫一个飒。今年3月拍杂志大片，在昂贵的摄影灯光下，他还是带着它。最绝的是参加某大牌的商务活动，身上穿着几万块的高定西装，按理说得配个领带什么的吧。嘿，他偏不，西装革里配小白帽，硬是穿出一种老子就是来玩的随性劲儿。更逗的是还在后头，有次他去骑摩托车训练，休息间隙摘下厚重的专业头盔，镜头一扫，大家发现他居然在安全帽里头还偷偷藏着这顶小白帽。当时他被镜头抓拍到，大概是觉得自己这副样子有点滑稽，还对着镜头腼腆地笑了一下。那一刻网友们都炸了，这一博对这帽子产生感情了吧？这帽子怕不是长在他头上了吧？这种执着甚至让人觉得这帽子已经有了灵性，成了他灵魂的一部分。王一博的穿搭哲学，贵气在骨不在皮。说实话，明星爱平价单品其实不罕见，毕竟有时候为了接地气，搞人设也会穿。但王一博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是为了穿而穿，他是真的会穿。你看他穿基础款白 T 恤，普通人穿可能就像老头衫，但他会选那种面料挺阔、版型宽松的，下身搭一条利落的工状袍，再把这顶小白帽往脑袋上一扣。这帽叶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他选的都是那种垂直向下，能修饰脸型线条的款式，再加上他常年练动、练骑摩托车练具的那种挺拔的体态，往那一站，那就是行走的画报啊！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聊的重点，真正的时尚从来不是由价格标签决定的。在王一博的身上，你会看到一种很奇妙的化学反应。万元孩头离坚持200元的热爱，这种自信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级的审美。它告诉我们，时尚的核心不是 logo 的堆积，而是你对生活的掌控感。要是换个底气不足的人，穿了200块的帽子去参加大牌活动，可能心里一直在打鼓，生怕别人看出来。但王一博那种松弛感是他骨里带出来的，他觉得舒服，觉得好看就戴。这种我穿衣而不是衣穿我的态度，正是普通人最该学的。从王杰到酷盖，不改初心的真实。聊到王一博的真实，咱们得提提最近网上的一个小插曲。有人调侃说王一博原名其实叫王杰，听起来特别像咱们隔壁邻居家的大哥。其实王一博自己早就原因过，他从出生起就叫王一博，王杰只是长辈给取的小名，因为后来发现跟家里某个亲戚重名了，就没正儿八经用作大名。你看，这事儿虽然是个误会，但恰恰印证了他的性格。他从来不屑于靠改名字、改履历去博眼球。从洛阳出来的那个学武少年，到现在的国际顶流，他始终是那个话不多、爱摩托、认定了一样东西就死磕到底的男孩。这种性格也体现在他的穿搭和语言学习上。就在最不紧的巴黎时装周，王一博可以说是大放异彩。他不仅是全球首位打破奢侈品竞品互斥100年规则的演绎，同时亮相不同集团的大秀，这在时尚界简直是奇迹。更让人惊艳的是他在秀场上的流利的英语实力。他跟品牌高层交流，跟国际大咖聊天，全程无障碍，甚至不需要翻译。很多人好奇，他一个天天泡在剧组和赛场的人，哪来的时间练英语？其实呀，这就是他的性格，低调的努力。从早年练习生时的韩语积累，到后来拍纪录片的实战磨练，他总是那种做得多、说得少的人。上海语、各种方言，他学起来飞快，这份专注力才是他最动人的底色。普通人怎么学王一博的帽子经济学？好了，听完了故事，咱们得拿点干货回去。既然咱们买不起王一博同款的几万块西装，但这200块的帽子逻辑，咱们还是能复制的。1. 找到你的半永久单品。
王一博这顶帽子戴了8次，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与其追逐各种大牌的平替，不如找到一件真正适合自己的基础款。这件衣服不需要贵，但一定要跟你的气质合拍。你有没有一件衣服是那种穿上就觉得这就是我的衣服？如果有，那就大胆地穿出它的故事感。2、制造反差感。王一博用西装配运动帽，用机车服配小白帽，这种混打其实就是在制造记忆点。普通人也可以尝试，穿得很正式的时候配一双个性的袜子，穿得很休闲的时候搭一个精致的手表，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细节才是时髦的关键。3、气质撑起一切。说白了，王一博能把200块穿出2000块的效果，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体态。他背挺得直，走路带风。咱平时也得注意，别总是弯腰驼背。自信的抬头挺胸，比穿任何昂贵的衣服都能让你闪闪发光。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顶流。讲到之后，我挺感慨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王一博用一顶200块戴了8次的帽子，给了我们一种清醒的消费哲学：少而精，爱而深。他从洛阳出来，征服了巴黎，也征服了赛场。他不需要改名，不需要炒作，他只需要保持那份对生活的热爱和清醒。修场上的他会咬着饼干，整理领口，带着一份处于中国青年的松弛感和文化自信。这份自信，他也即便戴着最普通的帽子，也能在国际舞台上散发耀眼的光芒。下次你打开衣柜，面对满屋的衣服发愁的时候，不妨想想王一博，找出一件你最喜欢的单品，像他那样穿出属于你自己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咱们一起讨论吧。好了，今天的龙门阵就摆到这里。如果你喜欢王一博这份真实与努力，记得点个赞。咱们下期接着聊那些有趣的灵魂。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期时事通信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来活力。再见。